各位朋友，吾无雙志，禍不單行啊！簡直是喝口涼水都塞牙，放屁啊砸小後跟啊！美國的這些走校客潤人們，我不剛剛說了嗎？川普政府有一個新政，就是說你在美國想申請拿綠卡的話，你得先回你的國家去等着排隊去。那這樣一來的話呢，這個走校到美國的這些黑下來的人們，那就必須得出境了。那一出境，那還能回得來美国嗎？那肯定是不行了吧。但是呢，這個出境出去哪兒？那位說他回國不就完了？從哪兒來的到哪兒去啊？別的國家咱就不說了，咱說中國的這些潤人們，他們為了怕美國的 ICE 把他們給遣送回去，能夠明確的識別出來他們的身份，於是他們在入境美國的時候，或者是走線的路上，把自己的護照都給撕毀了、燒了，有的呢是留在了墨西哥。那現在這批人怎麼辦呢？現在這批人呢，這個要遣送回中國，但是中国不收，中國說你沒有他的準確的身份，沒有我們的戶籍登記，对吧？也沒有我們的護照，我怎麼知道他長着一個像中國人的臉就是中國人啊？我們不收。那怎麼辦？人家中國不收怎麼辦呢？這批人呢，現在呢有收的地方就是非洲的一些酋長國那收了以後幹嘛去？那咱就不知道了。至於說是去做苦力去還是當那個器官供体去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有的國家收，美國還得給錢你說这10萬，大約有10萬沒有身份的美國的甜甜圈們，現在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呢。我靠，這回潤人的天要塌了！美國 ICE 正計劃把大約10萬長得像中國人的非法移民遣返回中國，結果中國堅持先核查身份，對那些身份存疑的人一概拒絕遣返。憑什麼說他們是中國人？身份證何在？護照又在哪裡？就憑一張臉能說明什麼？甜甜圈真好吃Joe Biden, I fought your mother. You are Chinese spy. And Nancy Pelosi.You are Chinese spy. Fuck you! 美國還是被自己當年扔出去的回旋镖給砸中了。非法移民在美國就像個政治海綿，兩黨需要選票時就拼命往裡邊注水，需要轉移矛盾時就狠狠擠出來。美國的兩黨政治導致移民政策在極度寬鬆和極度嚴厲之間反覆橫跳。美國的少數族裔的選票就是民主黨的基本盤，包括硅谷、服務業、農業等依賴移民勞工的行業。低技能移民填補勞動力缺口，高技能移民支撐科技競爭力。民主黨的經濟學家認為，移民是美國經濟增長的引擎，所以對非法移民相當寬鬆。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後推出了一個假釋入境計劃，只要有美國擔保人就能直接入境，每個月限額3萬人，一落地美國就能拿到2年的合法工作許可。這可把國內那些想潤而潤不出去的人給高興壞了。結果在短短2年後，2023年美國非法移民的總數就達到了創紀錄的1400萬人，占到了全美總人口的 4.1%， 其中來自中國的大約 37.5 萬人左右。這主要歸功於美國的遠程畜牧業過於發達，同時黑中介從中發現了巨大的商機，提供各種一條龍服務。但等這些人真的潤到美國後，才發現語言不通，缺乏技能，找不到工作，只能混跡於底層勞動力市場。而對美國本土的紅脖子來說，制造業外流、產業空心化已經砸掉了他們的飯碗。這些潤人一來，還搶走了有限的低端崗位，進一步壓低了工資。這也是特朗普的反非法移民政策為什麼獲得紅脖子們支持的核心原因。2025年，特朗普重回白宮之後，為了穩住基本盤，推出了大阿美法案，為移民執法專項撥款1700億美元，其中約750億直接劃撥移民於海關執法局 ICE， 專門用於打擊遣返非法移民。如果換算成軍費， ICE 甚至可以排到全球第14位，介於烏克蘭和以色列之間，導致 ICE 的執法權力在短時間內極度膨脹，不受傳統法律程序的約束，擁有極大的自由執法權，可以隨意開槍抓捕非法移民。據 ICE 官方的數據，特朗普第2個任期頭100天就驅逐了6.5萬非法移民，
到2025年底，共有超过250萬非法移民被驅逐出境。最倒霉的就是這些被忽悠來的潤人，他們當初為了留在美國，把退路都焊死了，護照、身份證全部銷毀了。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甜甜圈，他原名王偉恆，本來在國內混得還行，結果被所謂的美國夢給忽悠瘸了。2022年，他賣掉所有資產，申請美國簽證被拒絕後，直接走線潤到了美國。當時他身上沒有足夠的美元現金買一個完整的甜甜圈，只能用10美元買半個。店家出於同情，多送了他一個，他就開始在社交媒體平台炫耀所謂美國的溫情，因此而得名。為了能留在美國，他還長期在社交平台發布各種反華言論。也正是由於沒有合法身份，他根本找不到正經工作，很快就落入了美國社會的斬殺線，一路滑向深淵。去醫院看了個病，花了5600美元，貸款買二手車又遭遇事故，賠償了上萬美金，積蓄很快耗盡，流落街頭，只能沿街乞討，睡帳篷，多次被美國警察驅趕逮捕，1年被抓了14次，開了58張罰單，還曾被其他流浪漢毆打。走投無路之下，甜甜圈曾前往中國大使館補辦護照，申請回國，結果系統根本查不到其境外滯留記錄，戶籍顯示他還在國內，導致身在美國的甜甜圈沒法證明自己是中國公民王偉恆，這也就徹底失去了合法回國的機會。國際上遣返移民的鐵律是，必須先證明這人的確是對方國家的公民，否則任何國家都沒有義務接收。現在美國 ICE 也拿不出證據證明這些潤人是中國公民，就憑一副東亞人的長相能說明什麼？面對中國的拒絕遣返，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聲稱，大量中國移民赴美是為了逃離疲軟的中國經濟。他還指責中國政府沒有阻止這類移民，這話本身就自相矛盾。既然美國經濟這麼好，為啥容納不下這些廉價勞動力呢？美國一直將移民權標榜為基本人權，此前長期指責中國阻止移民是侵犯人權，現在又反過來要求中國配合遣返，說白了就是美國只能占便宜，不能吃虧。事實上，多年來美國媒體通過抹黑中國，炒作各種中國崩潰論，同時把美國包裝成移民天堂，目的就是為了吸引掌握高端技術或者高净資產人群移民美國。結果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2018年美國司法部推出的中國行動計劃，以防間諜為名，對華人科學家進行大規模審查，搞得學術界人心惶惶，不少華人科研人員都跑路了。從2019到2021這3年間，就有超過3800名華人科學家選擇離開美國，回到中國開展科研工作。移民天堂的宣傳洗腦沒能忽悠到精英，反而吸引了一大批信息閉塞、對中美現實認知模糊的普通人。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要潤到美國，但說實話，現在網上各種走線攻略還有待優化，目前的排毒效率不是很高。當然，其中還包括少數外逃的貪官和經濟犯罪分子。據統計，2026年中國公布的100名紅四通缉令中，絕大多數都是定居在美國，逍遙法外。美國不僅不配合遣返，還成了他們的避風港。這些人手上有大量的資產，怎麼能輕易放他們回國呢？至於美國 ICE 怎麼處理這些非法移民，網友的建議可以考慮。特朗普不是要修白宮宴會廳嗎？直接拉過去當免費勞動力啊！不接受遣返是祖國對他們最後的托舉，以後只能靠自己了。那有人說了，聽起來這些走線的潤人也挺可憐的啊，对吧？傾家蕩產，什麼賣兒賣女的，那個湊夠了走線的錢啊，到美國想掙點錢來着，結果現在遣返中國也不收，那扔到非洲去啊，那些人多可憐啊！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呢啊，他自己的認知決定了他今天的兩難的境地啊，那得為自己的認知買單吧，那沒辦法，朋友們，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